你现在是公然挑战香港警队。我没有挑战香港警队，我只是抓了你老婆。我是挑战你。2012年，《寒战》已经上映，被誉为《无间道》之后最好的港片。时隔4年，《寒战2》上映，成为华语影坛首部单日票房破亿的影片。但很多人却说它不如第一部好看。不好看的原因，是因为根本没看懂。影片中隐藏着大量的细节和隐喻。如果你对97年香港回归前那段历史不了解的话，那就成了看热闹。比如刘杰辉说1995年香港警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是指什么？李文斌对手下说，当年你们替我背了黑锅，这个锅又是指什么？蔡元奇作为一个退休的前警务处长，凭什么能决定香港特首人选？李文斌在寒战2中是变节成为坏人了吗？寒战1结尾，李家俊被抓，警务处长曾向荣和李文斌相继退休，刘杰辉成为香港最年轻的警务处长。高级警司邝智利壮烈牺牲，警队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。寒战行动有人牺牲，有人退居幕后，港警内部也重新洗牌。刘杰辉是警务处长，2个高级助理处长是一直支持刘杰辉的梁子威，还有新上任的莫景全。侯浩林接替刘杰辉担任管理副处长，韩孝忠接替李文斌处理行动副处长。处理的意思是代理，他是李文斌的人，所以还没得到刘杰辉的完全信任。葬礼结束，刘杰辉接到一个神秘来电，是劫持冲锋车的歹徒，为了让刘杰辉放了李家俊，他们绑架了刘杰辉的妻子。刘杰辉不惜违反规定，将李家俊调回总部亲自审问。指挥时除了欧浩林和梁子威，韩孝忠还带来了李文斌。不用了。面对刘杰辉的质问，李家俊很淡定，说自己没有挑战香港警队，而是挑战你刘杰辉。不要妨碍你上司工作。被揍的李家俊毫不在意，说出一串号码，将救你老婆10分钟之内打过去，一切仿佛早已事先安排好。刘杰辉甩手离去，没想到出门遇上了李文斌，惊讶之余还是让李文斌去见儿子，看能不能套出点有用信息。李文斌深知儿子智商再高，也不可能独自谋划一切，他肯定是被人利用，劝儿子收手，但李家俊完全听不进去。刘杰辉跟你不一样，他把家人放在第一位。这句话看似是指责父亲，因为他的大义灭亲导致自己计划失败，但其实指责的是刘杰辉。为了家人能逾越警队规则，他起身走到双面镜前，接着嘲讽刘杰辉。刘杰辉无计可施，只好拨通视频电话，对方让他在20分钟内亲自押运李家俊来交换老婆。欧浩林和梁子威都极力反对，处长亲自押解犯人，被歹徒牵着鼻子走，下属很难做，处长应该留下指挥，而不是上前线。行动处副处长韩孝忠也反对，但并不是基于案情，而是提醒刘杰辉，押李家俊回总部已经违反规定，水军喷子都盯着警队，人质是他老婆，理应避嫌。处长亲自带队再搞砸的话，会很难收场。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，我们在这个岗位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现在的状况和寒战1中李文斌营救儿子一样，当时刘杰辉为了上位，说李文斌滥用职权，父亲的角色凌驾于警察的身份，可当自己老婆出事，刘杰辉的标准就不一样了，典型的双标。临走之前，他还不忘打击韩孝忠。